好，我们开心迎来2024年，但是日本在这个新年其实过得相当不平静，包含了地震啊、飞机等等状况很多。讲到这个日航撞上海宝机，是不是跟解放军有关系呢？因为现在都在讨论，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样子的意外嘛。好，我们先回到在昨天的时候，羽田其实又出了一件事情，就是日航地面车呢撞上了海宝机，然后导致这个机翼呢是破损的，没有办法飞行。好，那回归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个飞机的这个相撞的这个事故，是不是因为机长过于的劳累、过度负荷了呢？因为呢，现在监视大陆公务船，这是它前一个行程，原本呢在大陆。在监视大陆的公务船，然后7小时之后呢，再赶赴赈灾。那现在呢，运安会也要进一步的准备要来调查了。讲到呢，这名司机呢，他是在驾驶保安厅飞机的男性的机长，在事故的前一天1月1号呢，他呢是在这个岛上为要来监视中国的公务船，执行飞行任务7个小时。那现在呢，刚刚前面提到这个运安会要进一步的追查，说当时这个机场的健康状况，或者是有没有过劳的问题。好，假如这种过劳的话呢，那就是不是等于就是说日本机长监视解放军太过于操劳，所以呢进一步导致这相关的事故呢？好，前面讲到的是这个日本的部分，那南海部分现在呢，相对来说也是相当的不平静，因为解放军呢进一步靠近美国以及菲律宾，南海演训呢，导弹是已经击中了高空的目标。这个呢，时间呢是在1月3号、1月4号的时候，组织海空兵力呢在南海例行巡航。1月5号呢，要在南海组织利空的海空联合演训，而且呢，也进一步公布了导弹实弹射击击中目标的这个画面。而且呢，现在呢，不只是说两边互动，我们看到这个美菲舰队呢在菲律宾近海呢巡逻，也遭到了中国的海军跟踪，而且双方这个互动的细节也进一步曝光了。这边呢帮大家整理出来了，这个呢。菲律宾吨位最大的这个巡洋舰是曾经透过无线电向中国的海军护卫舰来进一步喊话，他就说解放军舰正在菲律宾专属的经济区内来航行，请问贵舰的意图是什么呢？你们要干嘛？好，那解放军呢又回复，这里呢是中国海军570号舰艇，我们呢在我们的领海从事合法行动完毕，也没有要理对方的意思。好，那么另进一步看到中共现在呢在这个央视也释出了进一步的消息，他就说南昌航舰这个航母呢缠斗外军。很多时间，包含了第一次在辽宁舰队编队这个实战画布的实演，在任务当中呢，作为编队的属舰，其实呢一直也是持续的对抗缠斗当中，而且呢这时间是连续了好多天，高达了20多天，时时刻刻是保持着战斗的状态。好，回归到两岸的部分，其实两岸的部分现在呢情势也是相当的紧张，包含了现在因为美国对于台湾军售呢已经宣布要进一步的军售嘛，那中国很快的马上就宣布要来制裁5家的美军公企业。那外交部就在1月7号，也就是今天的时候，进一步宣布了，针对美国军售台湾以及制裁中国实体来做出了进一步的反制。包含了5家的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还有不动产，这个呢是他们的部分。好，回归到了2023年一整年的时候，其实呢，共军绕台的次数呢真的非常多。这个呢是2023年全年解放军围台演练的路线的完整的一个统整图就对了，可以看到非常多密密麻麻的就这样子围绕着台湾。很多那这边呢是不同的颜色，就包含了不同的机种，所有颜色呢就这样相叠在一起，包含了20多种不同的机型哦。可以看到现在两岸呢是呈现一个兵凶战危的状况。那在美国智库报告呢，也已经连续第四年呢把台海危机列为第1级的风险。这第1级的风险你可以看到，不管是针对乌俄啊，或者是加萨的部分，台湾这个风险是极高的。还有呢。针对这个解放军呢贪腐普遍，这个是彭博美军情报研究呢，他就说了，现在呢因为解放军这边贪腐的状况其实相当的多，所以习近平呢动武的几率相对比较低，但是很快的大陆马上就说坚决打赢反贪腐监工，现在呢要打一个持久战，马上呢就来针对这个来做进一步的一些反制。他反观到美国，现在其实自己问题也很多，因为现在美军呢正在闹所谓的兵荒，规模呢是80年来的新低。这个讯息呢，其实五角大厦也已经进一步证实了，今年的
美军部队规模呢，大约只有128万人，是美军宣布参加二战的1941年以来超过80年来规模最小的一年。所以说，这个闹兵荒状况其实非常非常严重的。先问一下介大使，你怎么看？我觉得就日本这个从今年1月1号开始接连的就出现了很多灾难啊。当然1月1号能登半岛的地震啊，那个是天灾啦，这个是非人力所能抗拒的。而且日本本身就是在一个所谓的一个火山活跃的一个地带，再加上它的地形啊，是这个大陆这个板块的这个冲撞地带。日本自古到今就是不断的有这种天灾，尤其是地震、火山爆发。那所以这个天灾的话，你很难去联想到什么啊？那倒是说，这个1月2号的发生在羽田机场这个撞击事件啊，就有很多问题了。因为这种撞击事件发生在日本，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纳闷。因为日本给我们过去的感觉就是说，日本的社会不管是纪律，还有老百姓的这个敬业的态度是非常令我们印象深刻的。那发生这种事，我也觉得，我觉得日本社会应该好好去检讨一下。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一场灾难这一场空难大家都见指到这个所谓的海保机的这个驾驶员，因为说他听错了塔台的训令，叫他到那个点去怎么讲呢？去就位，他直接开到跑道上，以为听错了，以为飞机这个塔台说你可以起飞了，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灾难。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那个时候飞机开到的时候，本来你要进入主跑道的时候，这个支跑道进有一个警告的装置，他没有给你红灯的话，你是不能进去的。可是听说那个警告装置坏掉了，所以这两件事情，一个基本上都是人为的问题啊。而且这么资深的机长，这个机长也不年轻也不会年纪很大，比较年轻，怎么会跟台达之间有这样子沟通的障碍？通常我们知道这种做指令的台，他的给的训令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而且会一再的确认，这样不再确认，不会说这个让别人产生误会的。那如果说是因为你那个机场的那个警告装置故障的话，那更是不可原谅啊。所以这场灾难是如果说所有的人都很尽责，都很清楚的话，不应该发生这件事情。而现在又发现说，这位机长在前一天因为参与这个军事任务连续出勤7个小时，会不会这样影响到他的健康？其实我觉得这个在军队来讲应该都有 SOP 的，这种从事这种执勤的这些驾驶员，是不是可以连续执行7个小时？这要看日本方面他们怎么样。不过不论如何啦，就是说，如果说日本这个社会也不幸的也变成螺丝钉是松的话那么这一件这个灾难天灾就可以显示日本事实上这个国家也有一点走下坡，很多不该有松懈问题出现的地方螺丝钉也松了。好，那校长你怎么看现在解放军巩固南海来个硬碰硬还直接跟你说我们现在要连续21天，随时保持这个战斗状态。我先从最后面那段开始讲起再回头再看前面。这个美军现在缺人不是现在才开始缺，是川普时代就开始缺了。这个在美国的前国防部长这个艾斯培他的回忆录《一触即发》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章节专门讲他当国防部长的时候募兵的状况。他说美国募兵这些适合服兵役的年龄层，因为你太老了不要，太年轻也不行嘛，他只有一个适合的一个年龄层。这个年龄层里面，如果说再扣掉不适合服兵役的，包括体能不行的，还有美国有一些是偏激的、狂热的这些人，他们不能让他来当兵。扣掉这些人以后，还有意愿的只有1%而已。这是艾斯培自己在自己回忆录上面只有1%，所以这1%不是都是到陆军或海军或空军，而是各军种都在抢，所以他们招募来讲的话，其实跟我们台湾一样，也是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兵源不足，紧接着就是你兵员的素质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前2天，你说菲律宾这边。这次的演习为什么就草草结束？本来这个3号的时候还大张旗鼓的说他们要在中非海域演习，但是4号马上就3天改成2天，而且他们最重要的卡尔文森号航母没有来，本来还要邀请菲律宾的人员军方去参观他的卡尔文森号航母，后来这个就取消掉了。为什么取消掉呢？
我觉得有2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要跟前2天的新闻连接在一起看，卡文森号上面的电子战指挥官被撤职查办了，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当然传言很多了，是不是？但电子战是2个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情报，是不是这个电战指挥官会被撤职是事实？那是不是之前他们的电战情报已经打不过中共了，这被中共所压制了？中共利用他的这个 F-16D 那种电战飞机，或者是运8电战机，或者是陆上的情报，已经将他的电子战的这个密码已经把它破解了，所以他不敢把航母开过来，赶快退回去，因为电战是软性杀伤力。如果说电战你不行的话，你就软性，你就已经是后续的战况，你一定是不利的。所以这个是明显代表他人员的素质已经在下降了，然后他的这个不战而退，就代表说美国来讲的话，在这中东第2个原因就是他丢包菲律宾了嘛，他认为菲律宾来讲的话，你自己自求多福了。那之所以说，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日航班机降落出事这个海保机，因为我必须要说，人在那种体力很极端的疲累之下，尤其是高强度、高压力之下，你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是很容易出状况的。我们经常看到，有时候路上这个卡车司机睡着了，这是我们经常看到。我自己服兵役的时候，我在当连长的时候，我跟你讲，你绝对不相信。我们那时候演习到什么程度？到全连100多个人，一边行军一边睡觉，每一个人都在睡觉。结果后来就走错路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睡着了。还有一次更严重的是什么？我自己亲身体验是这个澎湖空难的时候，我当救灾指挥官，那压力很大，对不对？一架飞机上面捞上来的一大体或干嘛，我们都要处理，压力很大。大概是连续3、4天都没有睡觉，眼睛都没有闭上过。就有一天不小心打了一个瞌睡，电话铃响，我接起来一听，我说你是谁？他说我是司令。我说你骗我，电话把它挂掉，因为累到这种程度，连司令打电话来，我就把电话挂掉，因为那时候是真的是很疲累。我相信这次海保机出事他应该是在太疲累的状况之下，飞行员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应该是在这种状况下发生这种不幸的撞击事件。韩彬哥，我觉得日本当然今年好像有点流年不利因为连续1、2、3、4每一天都出事，然后又有什么在那个地铁上面随机砍人的、火灾的，然后你这个才刚出事的机场，结果这个地勤又出事，这个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到底是怎么回事哦。那这个恐怕会牵涉到日本的很多层面的问题，除了天灾的问题之外，日本整体过去我们对日本人信赖度是很高的，他们做事情一板一眼，什么都遵守 SOP。讲到千错万错都是中共的错，这句话套在民进党身上再适合不过了。先看到这个沈伯洋，沈伯洋是谁呢？他就是民进党不分区的立委候选人，他现在选战倒数又来咯，他就说。中国认为要吃掉彰化的农业，一定要除掉就是彰化农业改革头号目标吴音宁。把吴音宁讲成是中国的攻击头号目标。那当然赖清德针对相关的中共言论也很多，包含了服贸开放会引进5000万中国人来抢台湾人的工作，哇，真的是不管怎么甩都是可以甩到中共的身上。包含刚刚前面讲的罗志正等等相关议题，现在也发了最新声明就是中共介选。前面也讲到中共介选，那现在亚洲周刊就有这一张哭手图了，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上头有非常多的锅子往上叠已经堆满了锅啊。那这个就是在表示的说，每当民进党出问题的时候都会是3个说法：第一个中国介选，第2个中共大外宣，第3个对岸洗脑。这个是已经成为了民进党遮羞布了，通通问题都不是自己，都是中国大陆。还有我们讲到这2天很红的影片，在路上这影片，大家想必有不少人都有看过。那蔡英文这个时候就问啦，哇，你看我们点阅已经破1000万了。蔡英文就询问支持者，有看过影片3遍以上的请举手。哇，那下面就有蛮多人举手的嘛。但当然就有网友再另外说了，其实明明这个车上也只有蔡赖萧3个人，你们就是听不见车外人民的声音。2300万人真的是没有在那辆车上的。讲到在路上的这一支影片其实可以看到，不管是在电视广告、网络广告等等，它的疯传相当广嘛。而且基本上在这个电视上面，赵少康就特别看了一下，他说10分钟就有1支哦。那这个广告下的费用想必是相当的惊人嘛。那看起来至少是有花至少1亿元的宣传费。
到底台湾是在什么路上啊？现在看起来就是贪腐、战争还有危险、不确定的路上。所以呢，要呼吁大家用选票停下他们的车，展开新的旅程，为中华民国开创新的前途。讲到开创新的前途，年轻人想必很有感，因为年轻人现在面临的低薪、还有通膨、还有高房价等等的议题。现在103万的首投族就成为了这一次选战的关键了。尤其这个低薪房价还有两岸的问题。根据美国精英的相关调查以及采访，这一次年轻首投族的投向意向呢，在单一。那如果投票率超过70%的话，就足以对台湾总统大选结果造成关键的影响。讲到年轻人买不起房，是没有规划，还是相关的政策大环境所造成的呢？因为呢，学者就打脸了。那个官员说年轻人买不起房是你们自己没有规划啦。学者就说，你看过去7年的新房的房价呢，这个价格涨幅是高达了80%这么多，涨幅这么高，薪水原地踏步。那到底是年轻人没有规划，还是说这个房价真的涨得太过于夸张了呢？这个价格房屋大涨呢，是高达将近80%。赖清德认为这个房价是有在降的。这个当时他这个言论一出，马上就引起大家的反弹嘛。而且不止赖清德说没有房价在降，林右昌也把问题归咎于说年轻人没有规划。这个是可以看到，不管是年轻人还是民进党，这已经好像是活在平行时空的感觉了。那现在呢，已经礼拜天了嘛，黄金的最后冲刺周了。现在柯文哲也改打这个庶民牌了，要来扭转年轻族群的困境，要来引起大家的共鸣，然后呢，来加深大家的一些投票的意愿。透过影片呢，他就里头特别强调，当下年轻人面临的很多困境，包含了前面讲到的买不起房，然后呢也住不了社宅，不怕努力，只怕没有希望，唤起年轻族群的共鸣。好，那另外呢，讲到这个部分，年轻人很有共鸣，其实大家印象都会觉得说，柯文哲在年轻人这一块很吃香，但其实现在，赵少康在年轻人这一块也很吃香哦。在前几天的时候呢，他上了贺龙夜夜秀，在网络上呢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回响。还有呢，在后台的时候跟主持人的对话，这个呢也在网络有疯传。先一起来看。我跟你讲，我大一的时候有一次我被烫伤了，做面疙瘩，有点差不多。然后我就在家里休养，也不能去学校。然后我就听相声，什么陈怡然、吴兆南他们都学起来。那病好了，刚好台大要办那个同乐会，上去表演一段相声，全场都疯狂的这样。我觉得您真的被政治耽误了，你应该当喜剧演员的。好，这是被政治耽误，应该是当喜剧演员的而且我们看到了他跟贺龙夜夜秀，就是刚刚那一位主持人的影片哇，短短几天4天的时间，这个观看次数呢是已经冲破了100万，来到了167万了。跟柯文哲的影片另外一支116万，其实比起来都是破100万的观看。所以说，要真的说国民党完全没有办法吸引年轻人吗？其实从这个现象来看，不见得那我们再往下看呢，看到这个年轻人回乡都要投柯文哲吗？因为以前不管是上一次还是上次的选举，民进党都大声疾呼年轻人要赶快回乡投票要买车票啊等等等的。但有没有发现这一次民进党针对要呼吁年轻人投票这件事情特别的安静呢？是不是也是因为呢，年轻人如果要回去的话，也不是投你民进党，而是投给柯文哲。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催不催年轻票，现在绿营好像也陷入一个两难陷入这个两难局面。因为以往呢都会说，要返乡专车啊，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了。我们先问一下韩彬哥，你怎么看呢？我觉得沈伯洋这个人真的是，我真的觉得这个人就是个小丑而已。那你说吴音宁是中国大陆网军攻击的头号目标，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赖清德比吴音宁还要废了，大陆连攻击都懒得攻击他，因为吴音宁才是头号目标嘛？不是这样的，是整个民进党都比吴音宁都还不如。吴音宁不过是个250万工读生不是实习生那请问一下，那民进党是剩下都是废物中的废物了，是这样的意思吗？我都不知道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怪逻辑。而且彰化的农业，大陆为什么要去破坏它？破坏彰化的农业对大陆有什么好处？我真的不懂。而且彰化的农业有很了不起嘛？所以我真的觉得不知道在说什么。然后赖清德更是胡扯到极致，开放5000万中国人来台湾，你有这么多工作给人家？你哪来5000万工作给？台湾自己才2300万人，你怎么会有5000万的工作？你到底在说什么啦？所以我觉得信口开河到完全不需要逻辑，我也是很佩服他们的。那当然，在路上这个影片现在点阅率看起来很红，可它一直出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而且我也要提醒民进党，
并不是表示它点阅率高就一定是很受欢迎，这是两回事啊。有很多人是去看笑话，你知道吗？真的啊，因为你那部片其实是现在被再制最多的影片，卡在路上。对，因为一大堆人都把你这个片拿出来哭手，我最起码已经看过上百个，你知道？然后网络上有多少流传我都不知道，因为这个影片本身就很爆笑，这是完全没有办法取信别人的。当然，在他们自己的同温层，可能是会有人感动，因为我听说还有个大陆网友感动，我不知道那个反串还是真的。那但是呢，这个在非同温层里头，基本上没有人要看这个东西，大家都觉得很恶心嘛。因为你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样，而且你这个影片到最后是把蔡英文丢包，请问一下，这个是预言蔡英文未来的下场跟结局吗？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东西？那高房价的问题一直是台湾很严重的问题，而且房价越来越高，年轻人越来越买不起，所以不管蓝绿白都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我觉得绿营最可怕的就是他不但不去解决这个问题，还告诉你说这一切都是幻觉，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不努力。你只要规划的好，就不会有高房价的问题。对林右昌自己，因为我随便查了一下他的财产申报，他有2笔土地，6笔建物。哇哦！那所以人家有钱，可能真的很会规划。那对一个没钱的人来讲，请问一下，我如果月收入只有3-5万，请问一下，我到底要怎么样规划才可以买得起房子？你告诉我，怎么样规划能够买？还是要买在深山里头？不然的话怎么买？所以讲这种插话一点意义都没有，只会让年轻人对你们更愤愤不平而已。那当然，现在年轻人可能会成为这次选战的关键是没有错，因为年轻人对现在执政的非常的不满，所以他们会用投票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愤怒。那当然，年轻人如果出来的越多，说真的是对柯文哲比较有利的。那如果年轻人出来的少的话，那对民进党可能就比较有利。所以现在选战，年轻人确实本身是一个关键。但是这次选举到底有没有这么热呢？从网络上看，好像是很热的，因为你看很多网络影片，随便他那个在路上1000万。贺龙这一个随便也破100万，然后这个妈妈，这个叫妈妈我来了，这个柯 P 这个也是破100万，那表示年轻人是很关注这些讯息，可是他关注这些讯息就代表他一定会投票吗？这也未必。可是有的人却可以帮忙激发年轻人出来投票，比如说486这个250，486居然说去嘲笑何瑞英，你知道说这个有这种妈妈才会生出这样的儿子。你这种人，我觉得486你今年是怎样反串是吧？故意要帮忙刺激催票是吧？你生怕年轻人不出来投票吗？你到底是在帮民进党还是在害民进党？我真的不知道。不过呢，这一次返乡专车我是预言不会出现，因为有一些民间团体已经在发起募捐，然后募到一些款项，准备要提供一些服务。可是你看过去。民进党早就会告诉你，高铁要加开什么班次，台铁要加开什么班次，甚至要什么类火车、什么类什么挖沟的全部出来。这一次选战只剩最后6天了，他吭都没吭过一声。为什么？因为他发觉这一次如果反向投票，可能投的是反对民进党的票，所以这次他就不要。民进党就是这么现实，你看清楚民进党是什么货色了吗？好，大使你怎么看？现在官员称年轻人买不起房，是你们自己没有规划。对啊，他们一向这个态度啊，因为我一点不奇怪啊。你出了问题的时候，你要找民进党啊，说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对啊，而且他认为没有这个问题啊，认为那个年轻人过得很好啊。蔡英文这个德政之下，年轻人应该怎么样？又发了财，又买了房子啊。你们这些没有买到房子、没发财，怪你自己啊。为什么有人发了财，有人后来一查发了财，这些买了房子都是他们绿色党员啊，都是绿油油啊。这过去8年过得真的很好啊。你不要以为他们真的他们完全跟台湾的这个基层已经脱离了。你说丁允中过得好不好？丁允恭过得好得很啊，对不对？你说那个林志坚过得好不好？好得很啊。他们这些人啊，只要接近民进党的权力啊，拿对了党政，什么好处都有啊。那些做生意的有什么？有这些公家的标案交给他做，对不对？有绿色的朋友呢，还告诉他可以去炒一炒高端的股票，对不对？从20几块炒到几百块，对不对？他们好得很啊，所以他真的很纳闷，说怎么人还有年轻人在抱怨啊？我认识的年轻人都很好啊，他们这个小圈子过得都很好啦。然后不管什么问题都推给是中共的问题，都推给中共啊！而且那个吴音宁，我都差点忘记谁是何许人呢？我只知道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背景的，就是靠他爸爸的关系就拿到台北的这个农产北农的总经理啊，你怎么领导嘛？你这个没有办法带一个这么大庞大的组织下台是刚刚好嘛？
都已经忘记了这个人了。对，而且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强的他是坚决支持蔡英文才搞到那个位置怎么会变成中国攻击头号目标？台湾人都不认识还有中国大陆去攻击他，所以而且台湾农业大镇也不是彰化，对不对？过去你看中国大陆，不管是有关这个释迦也好，凤梨也好，还有这个石斑鱼好，因为这个防疫检疫也好出问题，禁运的都不是彰化的农产品不是高雄就是台南就是屏东。还有台东台东受伤很重嘞。台东的释迦是它最主要的这个外销出口的这个农产品。那么台东还是国民党长期执政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沈伯洋有没有逻辑他是不是太看清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基本的判断跟这个智商了？这些人还要搞这些人民战争，搞什么城镇战？你想想看，如果真的把我们的武器交给了这些人，我们台湾还有什么好日子可以过呢？对，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赵少康受到年轻人欢迎我想原因很清楚，国民党为什么没有得到年轻人欢迎？你的人不对嘛，你的政治人物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你要推出赵少康，年轻人就喜欢啦。所以是人的问题，不是你党，也不是你的政策的问题，你有没有找对人？我认为这次年轻人的票会大量的回流到国民党，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喜欢赵少康。那刚刚提到沈伯洋，少长，你这个讲起来就很有感了。我上个礼拜是在本节目公开向沈伯洋喊话，说我来跟你辩论，没关系，题目由你选。但是沈伯洋在网络上面，我看报纸也登了，网络上面也在传了。光我自己手机上面就看到分享了40几次，然后按赞了有2-3千次，这么多。但是沈伯洋居然到现在为止没有回应，你是假装没看到，还是不敢接受我的挑战？不读不回。如果说你不敢接受我的挑战，我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说你没看到的话，你就逊毙了。你还号称认知作战，你居然网络传成这样，你居然说不知道？我觉得那你的认知作战不就是在吹牛吗？第二个，我觉得你的认知作战这个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我的认知作战里面，我认为说认知作战是什么呢？是谋略战、心理战、情报战、群众战、这个组织战，这些东西才叫做认知作战。但你的认知作战，我觉得是什么呢？你是什么？你第一个就是你身伪作战，你只要罗致政或者是说赵天麟或者郑文灿这些人，你就给他说这些都是身伪装的。第二个，我认为你的认知作战是抹红作战，你把所有讲实话的人，像我跟介大使2个，把我们说是10大名嘴，你就抹红作战。第三个，我觉得你是封存战，也就是所有不管是论文或者是疫苗这些造成人民之间想要知道真相的，你就只用一招30年封存。最后最让人家生气的是，你是绿色恐怖战。这个只要是去大陆去访问过的、去参观游览的所有里长，或者是媒体，或者是这个甚至于连退休的警察，你们都把人家叫过来约谈，那你是不是恐怖作战？最后一个，我觉得你是一个这个，反正你所有事情就打成借选牌，这是借选战，就是你任何事情，包括我们刚刚讲的face，你都认为是借选。那我今天特别要问你，沈伯洋。对，我那天我特别观察到你去上贺龙夜夜秀，因为这个我也观察到你嘛，我想了解你的认知作战是什么。就我看到你上去节目以后，你在干嘛？你在弄塔罗牌？你塔罗牌，我想学习你的认知作战，结果你在那边塔罗牌。我问你，你塔罗牌能够对抗中共吗？你能够对抗解放军吗？第二个，他更有意思了，他表演了一招，我觉得非常的佩服。他可以用 Google 上面就是你给他一点资讯、一点资料，他马上可以查出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然后大家佩服得不得了。其实我也很佩服，可是我觉得你这种东西你能够跟中共作战吗？我觉得你这种本事这种能力最适合做什么呢？最适合做征信业俩搞。对不对你这个大家要小心。民进党你们喜欢这些在外面搞小三的，不管是这个亲中的，或者是说在外面喝花姐，你要小心。贺龙到了这个，当然你们不分区第2名以后，
他每天在电脑上面，他靠一些蜘蛛马迹，靠一些影片上面蜘蛛马迹，就可以知道你们在哪里，在什么位置里面做什么事情，是在酒家呢，还是在夜店呢，还是在旅馆呢 ？hotel 马上就可以查出来。所以我这边呼吁民进党的这些党员，你们自己要把这个人推出来当你的这个，要特别小心注意。最后我要强调一点，你不要怕，我不是猎人，我不会去猎杀黑熊，我是爱护台湾的保育动物的这个阿伯，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说你愿意接受我挑战，我跟你讲，不要怕，地点由你来选。对，我觉得这句话在这边讲，地点由你来选，场地由你来安排，我都可以接受。我都接受你挑战，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你的认知作战跟我的认知作战，你的城镇战跟我的防卫作战到底有什么不同，让年轻人能够了解。好，刚刚讲那个部分就不是贺龙，是那个沈伯洋啊。沈伯洋。好，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来看看国际消息，有一个很惊悚，我看到了觉得很夸张。最近大家如果要搭飞机，都会想到这种画面嘛，吓死人了。波音的飞机飞到一半，这是波音737 MAX 的客机哦，有180个人飞机上哦，机门突然不见了。我们可以看到画面是乘客很惊慌惊恐的，这个把画面给录下来。那突然间整个这个氧气罩通通掉下来了，那一个门掉下来之后，甚至还有游客是看到16000英尺的高空，机身脱落，机舱开始失压喽，手机跟衣服会被吸出飞机外面，那一片有一个机舱的面还不见就飞走了。那想不到这样的情况之下，跟日本这个意外一样，好厉害，飞机紧急迫降，没有人受伤。这是很不幸中，但是还好，这个意外没有让任何人受伤，好险。但这个分享的照片里面看到窗户破裂，门不见，机身有一部分也爆裂了。那《每日邮报》说，这架飞机2个月前新飞机不是旧的哦，2个月前才交付给航空公司，2023年11月才取得执照，怎么会这样？波音过去几次的空难事件的阴霾以为过去了，结果现在又来了。当时害得很多乘客还发简讯跟家人告别。但是美国下令开始要查117架波音737 MAX 的客机到底有没有问题，甚至联合航空礼拜6还取消了60个航班，因为吓坏大家了。新飞机都会这样，更何况是之前的机型呢？那包括跟中国恢复，好不容易要恢复这个飞机的交付啊，民航局虽然核准了，但现在会不会有变，还得要发改委最后来批准，说不定还有变数。所以中国这个时候推的 C919 的新的国产飞机也开始到欧洲想要进军，要取代吗？外国的媒体都在关注这件事情，要这个所谓的空巴啦、跟波音啊、跟中国产的这个飞机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 PK 的局势？尤其是波音现在面临的危机真的很大，这是个信心的危机。尤其波音，当然大家知道，它不只是做民航机，军工部门也做的是更重要的风生水起啊。全球10大军火商是哪些呢？除了洛克希德马丁之外，雷神之外，再来就是波音了，排名第5，有包括了 B52、F15啊，但是有部分的战机现在已经开始停产，产生的危机在这里之外，还有没有新的订单的是大黄蜂战机嘛？F18 停产了，没有订单。那民航机又出这些问题，又有空难等等的。而美军主要的来源当然就是波音的军武咯。但现在美军内部也出了一些问题，例如闹兵荒，被说是80年来的新低。这是根据统计数字说，今年的美军规模啊，只剩下128万人，是过去以来新低啊。兵员缺口有4.1万这么多。那除了有些管理的问题不断的在新闻上出现之外，还有一个让大家觉得很神奇的。国防部长 Austin 重要吧？对一个国家的安全来讲，他居然可以在入院的时候住进加护病房。拜登事后1月1号住进去的，事后隔了1月4号才知道，这个让大家都很震惊。原来是五角大厦的确先知道了这个事情，但是却没有人，或者是把消息压下起来，不让拜登知道吗？那这是不是显示美军在内部的一些控管上，或者是情报的这个向上的发布上面，有一点怪怪的呢？亮哥怎么看这个波音的这个意外哦？因为好不容易要恢复生机嘛，空难那么多事件发生以后，这个737 MAX 本来就有争议嘛。那美国是经过检查之后决定让它复飞。
那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门不见了，飞走了，门就掉出去了啦，对门就掉出去了，这简直是匪夷所思。他如果飞得再高一点，搞不好真的会摔机哦。哇，好可怕！还好他飞得够低了啊，这个一定会联动到中国大陆，还是不让你复飞啊？事实上，中国大陆我印象中 Max 737，中国大陆已经交了好几架了，那目前他就不敢让它复飞啊。那排队中的订单当然就不敢买啊，所以事实上我觉得波音那个有关中国大陆那个737 MAX 那很多新闻都是炒股票用的啦，那就是弄个利多，就是在炒股啦。我认为中国大陆一直没有拍板啊，那反而买的是台湾嘛，越南嘛，不过买的机型也不是这个啦，不是737啦。中国 C919要到欧洲或美国，这个要先拿到4航证，这个没有那么容易啊，因为欧洲很可能是欧盟联合审查，这可能不是单一国家就可以搞定的啊。所以其实中国大陆也不用急啦，因为它的订单现在都做不完啊，它事实上连国内的就够它做好一阵子了啊。那泰国也买了嘛。所以他有机会先去东南亚，因为他不急着要去美国跟欧洲啦，因为他事实上 C919也飞不到，基本上那个如果说欧洲有买，那也只是在小区域内飞而已啊。那个是929，就是可以飞远程的，到时候才有必要去推啦啊。那我认为以他目前的状况，光是中国跟东南亚的市场，恐怕就够他吃很多年了啊！那个，而且目前已经在飞了，情况也不错，就是国内市场为主嘛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国内市场如果飞得顺哈，那市场还有很多市场有机会去开拓啊，比如说中东啊，或者是非洲啊。我认为欧洲跟美国你可能要放在最后了，这个有点类似华为啦。华为事实上它的交换机也是从第三世界开始的，它逐渐就从非洲嘛，然后后来也做到中东，然后做到东南亚，然后才进去部分的欧洲，那后来德国、法国也接受啊，那后来当然他也去美国了啦，那只是后来发生科技战。我的意思说，这么尖端的科技啊，你要那个骄傲的欧美的白种人接受你的安规啊，这恐怕要有一段时间的考验了，没有那么容易了。所以他可能还是要稳扎稳打，比如说从周边市场、第三世界市场，然后做到有一定的市占率，人家才会开始买。这个跟比亚迪也是一样，比亚迪现在在欧洲也是属于中低价位的车。那你比较高价位的车，人家为什么要买？那个就是要有一个累积使用经验的过程啊。那他很聪明，他从日本开始，所以我是觉得还是要有一些累积成果啦，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然后才会变成世界性的品牌这样。当然不管民航机或军用机，这个尤其民航机影响的人可多了哦，这个安全性更是要经过很多验证跟考量。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后来，波音737 MAX 这个客机发生门飞出去的意外，当中被连接到的是包括客机的交单，甚至军火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变成它的一个危机啊？我以前小的时候听到波音公司都充满了崇敬，觉得是一个很强的科技公司，不管它做武器或者是做客机，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世界品牌，品质保证不用怀疑。事隔多年，波音公司怎么会走到今天这种境界？很多航空公司啊都有反映过，不是一家两家，长荣、华航都反映过。很多客户啊订票的时候就先问：这个班机是空中巴士还是波音？那如果波音的话，我就不搭，改搭空中巴士。怎么搞到这个局面啊？你波音今天啊，以为只有737 MAX 吗？出事的不止一个机种怎么搞出这个样的状况？今天啊，这个机门脱落这件事情啊，
那真的是走了一个狗叉叉运。怎么狗叉运呢？他从 Oregon 起飞，要到加州，这2个州啊，沿途都是陆地，都有很多机场。你出事的时候，16000多都可以降落，比较多。请问你，如果跨越海洋怎么办？我靠！就没路了，没错，就完了，好可怕。而且是标准的基建问题耶，这个怪不了什么驾驶，怪不了天气哦。对，太离谱了。对啊，怎么有这么离谱的事情啊？这个是无法想象。现在看着影片，坐飞机的朋友都会害怕，太夸张。这个是无法想象的品质的低落啊，不可思议。而且他现在靠什么？靠他政治压力去压迫世界各国买飞机，压迫台湾买。找什么参议员呐、那个找什么东西假装在国会里面提一提我反中，我有台，然后我们就要买啊。他现在还在被调查中。对啊，还不止一个2、3个啦。Menendez。对，那另外的越南其实也是这样子就是我给你什么优惠，你帮我买什么飞机，你是玩人命啊！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了。还有他的武器，其实他做的武器，经常出状况啊。不然你问一个最经典就韩国就好了，韩国买了很多的武器，整天在抱怨那我们台湾他当然不卖给我们了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但美军怎么会这样？国防部长住进 ICU 加护病房，总统不知道，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局面？隔了4天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太荒唐了。美国是这样管理这个国家根本就是罗马帝国的衰亡时代已经到来，才有这种现象嘛。跟那个掉飞机门一样，让人家震惊。一样啊，对啊，让人震惊啊，对不对？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事情发生呢？而且第4天才知道，对，太离谱了，太离谱，离谱的事情真的太多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国面对很多外交的议题，在军事上一直都是挺强势的，可是没有想到现在连美军都有严重的兵源不足、兵荒的问题嘛？老师，对，像陆军的话，美国陆军现在就缺了1.5万人那为什么会有造成它这个兵源不足的现象呢？当然有几个原因啦一个就是说，美国其实因为阿富汗战争的关系，然后使得以及阿富汗撤军之后的所出现的各种乱象，使得美国人对美军的信心大减。那么这个盖洛普最近做一个民调，他说呢，美国人对美军的信心达到史前空前的低点，史前历史以来第一次，史上第一次，不是史前。那么多少呢？60%。所以你看我们其实我们政府可以来做一个民调，到底我们国人对国军的信心有多少？有没有60%？那他是说他们长期在做，那今年是60%。然后他说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美国人对美军的信心下降，达到史上最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入伍的这个招募的这个标准很高。他说在役龄的，就是他招募的人力的这个区间里头，合格的只有23%。那当然还有牵涉到什么呢？还有牵涉到就是说，比如像有一些年轻人吸毒或其他一些情况，这也都会阻止他入伍，就是没有办法被招募。所以为什么他招募的人数会不足？那我觉得其实看到这个，我觉得就要想想我们国军啊。我们国军当然招募的要求也是有一定的要求了。可是前2年就发生过说，要招募1000人，就只来了200多人，就想尽办法再去扩大。所以过去3年我们就是职业军官。尤其在立委的席次部分，连民党都一直在下修，可能现在预期非常多激战区域不过他们民党一直有一个很特别的策略，要抢救王义川大兵。但桃园大兵场这一场就可以看到赖清德喊出来，他除了这个不分区名单因为提的不太好，要抢救，那席次上区域立委也有问题吗？主打变成又是一个中共卖台的概念，讲马文君。他说，如果蓝白国会过半，重启服贸等等的，现在只有一个马文君除了被抢工作之外，未来还有更多的马文君要泄露军机，都是这一套。但是他做的做法是什么？提出来的名单是王义川要解救我们的军机吗？解救我们的国防？解救我们的国安吗？所以网络上很多在讨论，就是说像川粉要站出来，王义川怕被剃头为什么？因为怕他被剃头，怎么回事？因为他在
倒数8天的时候，民党宣布抢救王一川这个行动持续进行之外，也要在8月18号到12号，也就明天开始要启动川流不息、民主前行环台车扫了。好，有总统规格呢，好高规格哦。但环岛最后一站要干嘛呢？规划要由立法院长游锡堃帮王一川剃光头。那他网络上反应都是觉得很好笑，因为上一届以算数来算啊，无论如何都是到他前一位了不起，就这么多。所以因为憨川呐好笑又很嘴，所以拿来炒作是有用的吗？赖清德说，总统握方向盘，引擎在国会，但是王一川要支持抢救，到底对他是帮助加分还是减分啊？很多分析都认为，恐怕不如民进党所想吧，因为他是一个奇葩，反而同温层闷烧好像不错，很多装疯卖傻的演讲，让大家民众听得很开心。但是中间选民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呢？例如他过去讲中国高铁没靠背，或者是 Key 档这种影片热烧，那把正经的议题或国家的大事拿来用，好像一个中国没靠背之类的这个联想，5000万中国人来台抢工作，有真的让民众听得下去吗？那例如不分区的沈伯洋称中国认知作战洗脑啊，专门攻击吴音宁，好重要啊，就像王一川一样重要啊。说中国想要干掉彰化的农业改革，所以吴音宁就是他们的头号目标，让大家要一起打击谣言，有意思了。那吴音宁过去在议会上的表现，大家历历在目，听听这段议会答询的画面。财务报表您看不看得懂？我有认真在学习，我来自产地，我对农业有很大的热情，然后我也有学习的心，然后我也有自信可以在这个工作上把事情做好。财务报表看不懂的实习生，中共要全部发动力气来对他当作头号目标吗？难怪兵哥会笑说，这个拿赖清德阿公啊跟赖英玲这个实习生来比，沈伯洋讲话要这么不是中肯哦，是台肯嘛？真的有点大家觉得触鼻啦哦，会不会太反讽了？那当然。要讲抗中，动不动王美华也跳出来了。中国取消 ECFA 12项石化产品，就是中国介选啊，什么都是中国介选嘛，包括丑闻、学伦、什么错误政策，通通都是中国介选。例如私密影片，居然也可以喊中国介选啊！林志坚也是吗？或者是我们断交那么多国家也都是中国介选的结果吗？赵少康忍不住了，说要喊话哦，请国台办转告解放军，剩下1个礼拜了，台湾要选举了，不要再到海峡中线浮选，请让台海保持和平，让选举能够平和的落幕。亮哥哦，在抢救王一川这个策略上面，大家都觉得很怪但是他的目的真的有办法如他所预期吗？不然选情怎么会打得这么的紧张？这个叫全党的智商下降了这个我跟你讲啊，事实上是赖清德第一个智商下降了，因为他全部就是中国介选嘛连那个私密影片外流也是中国介选那今天录音带大概他又要说是中国介选了那他党主席这样讲，当然大家就跟进了嘛。那事实上，王一川就是受深绿欢迎嘛，受民进党的传统选区欢迎嘛。那因为深绿的声量大，那赖清德就认为这个是很受欢迎。这个事实上，中间选民根本搞不好都不认识可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判断了，因为我早就讲过了，我事实上今天已经只剩下6天了，我剩下10天的时候我就跟你讲了。现在果然证明我的预言是正确的，他10天就只有8个字，换来换去都是那8个字就是中国介选。抗中保台，在大白会上预言过，抗中保台，中国介选，抗中保台，中国介选，就只有这2招了，就只有这2招嘛。所以连候选人智商都下降了，现在来打王一川有什么稀奇？那接下来就是打沈伯洋啊，沈伯洋下去当然就是继续中国介选这个调子嘛。这个就是赖清德特别推出来的蓝之主不分区第1名嘛，你就可以看到赖清德的智商已经低到哪里去了嘛。不分区第1名，不管是男或女都是代表那个党的精神标杆价值结果你推出一个
大家也不认为他是认知作战的研究的专家。事实上，军方很多啊，你怎么不去提军方的人呢？民进党军方连一个不分区都没有啊！我还替于北辰喊冤呢。于北辰好歹是正旗，人家是军人出身的，就说你不然你政治作战，你找一个有过任何军事经验，政治作战的出身的嘛，或者是军情出身的嘛，轮得到沈伯洋，笑死人了！研究犯罪学的，你这不要笑死人吗？研究出来的结果是针对吴音宁是头号，这有什么办法？我就说啊，你要把自己的政党作践成这样，要作践自己的智商。只变成2个符了，你知道？他现在就贴符了。贴符哦，中国介选、抗中保台，只要有人问贴符啊，要么就不回答，因为没有政绩嘛。敏感问题他也不回答，比如说废死他就不回答哦。然后这个高端合约他也必答。所以横批是装死不答这样。因为党内有不同意见啊，而且还搞不定啊。所以我跟你讲哦，选举选到这样，怪不得这个。脸色铁青，看不出光彩啦。通常啊，像蔡英文前2次的选举，你可以看到他选到后面那个自信、自在、发光的样子。所以一次选56，一次选57嘛。赖清德不是他是越选脸越黑啊，越选越闪呐，你知道吧？越选啊，又只回到这2句啊，抗中保台、中国介选。只剩下这2句啊，现在剩下6天，你看接下来他是不是只有这2句台词？他没有别的台词了啦，是因为他已经把整个党带到这种死胡同里面了，他现在连转身那种迂回的空间都没有了啦。是，所以整个党他现在最吹捧的就是沈伯洋啊、王义川啊，就这一类的嘛，这一类在民进党完全都看不上眼的人呢。因为吹捧王义川很特别，我们如果在街边看到候选人在拉票的时候，旁边都会多个旗子，抢救王义川大兵，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很 confused 哦，然后所以现在连绿营很多人都看不下去，到时候还要剃头剃光头，这样就是一个大绝招，有用吗？很乐意民进党往这个方向走，不然我们国民党选战其实打得2266哈。赖清德要去到处宣传中国介选。那是他的自由。赖清德要往国民党任何人身上去贴中国介选的标签，那他的战术。可是有一件事情我没办法原谅赖清德，他把割颈案受害者的家属也贴上中国介选。他怎么贴的？他说把割颈案跟反废死绑在一起是中国介选。请问这一次大家凸显反废死？就是因为受害者的父母亲很沉痛的写了这一篇文章，反对废死，以他自己做受害家属最沉痛的心情来讲反废死，然后赖清德贴给他，把反废死跟这个割颈案绑在一起，就是中国介选。赖清德，你还有良心吗？你对受害者家属贴上中国介选，这个叫丧尽天良。非常可恶，已经超出了任何政治以及道德规范所能够容许的范围。你最好是跟他们道歉，你最好收回去。其他的啦，这个王美花啊，爱怎么说，反正王美花啦、王义川啦、沈伯洋啊，这个就是民进党的水平啊。如果民进党这么好的水平，那我们也恭喜他哦。王义川当然很经典啊，大家我看了也很开心，我也看啊。他就是扮演鸡童啊，那么表现的，所以流量很高，是大家都一起看，觉得很好笑。扮演的也蛮称职的哦，所以我建议他可以到民进党的中央党部前面去表演啊。至于这个王美花，她有那么好的老公，然后对于这个郭正亮很早就讲过了哦，我们这个有2000多项产品禁止大陆的产品进口，而且可以从日本进口、韩国进口、智利进口，就不能从中国进口。已经严重的违反 WTO 规范。你还有脸去说我们要在 WTO 架构上去谈吗？你要处理这个问题，你早就开放个100-200项出来，事情都好解决嘛。就你不是嘛？智利葡萄可以进来，日本葡萄、韩国葡萄就可以进来。
就是中国的葡萄不能进来。那请问你一下，你怎么去跟人家交代？这是一个证据嘛？借选。对，借选，对，所以以后记者都不太需要问，直接帮他写答案。那吴怡宁更不用讲了哈，这个在沈伯洋心中啊，吴怡宁哈是中国要打击的头号目标。知道头号目标不是蔡英文，不是赖清德哦，不是萧美琴，也不是萧美琴哦，是甚至也不是什么陈建仁哦，是吴怡宁。哦，原来吴怡宁的地位这么高，我还不晓得哎哈，所以我是这样觉得啦哈。我也第一次听到，真的对哈，这个民进党哈要堕落，那我们就这个相送啊。这个不是堕落，这是疯狂哦，疯狂哎，对了，疯狂的堕落，这样好不好？对。怎么会把自己的水平弄那么低哈，那么低俗哈？然后赖清德自己也胡扯啊，什么哎呀，有5000万中国人来台湾抢工作，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笑的事情。现在不晓得是谁在抢谁的工作啊，先弄清楚再说哈。到底台湾有多少人在大陆上谋求工作？还有台湾有多少厂商靠着因为跟大陆外销才能够有工作？你赖清德只好去算一算，不要讲那些没有常识的话。怎么看，教授？为什么中国介选跟这个所谓的重启服贸变成赖清德主要的诉求？原因是因为在民进党统治了8年之下，台湾是没有自由也没有秩序，这就是一个伪装的自由派带给台湾最大的一个教训。那当然，今天面对这样子一个8年来的一个最有机会清算的一天，我们当然应该要看到一个比较铁铮铮的事实是什么？赖清德一再强调所谓中国介选的问题，那我想请问赖清德到底对于中国大陆所带来的威胁采取的是什么样的做法？我注意去看了，在赖清德、萧美琴的官网上，关于国防政策56个字，国防政策62个字，两岸政策56个字。那国防政策讲了什么呢？就是说要建立不对称战力，以及要跟盟友合作。两岸政策讲什么呢？就是不排除在尊严互利的前提之下的情况下，跟对岸对话。怎么对话？对话要做什么？没有。怎么加强不对称战力？怎么样跟盟友合作？没有。所以对于我们国防的一些基本问题，对于两岸的一些基本问题，赖清德完全没有琢磨。既然中国大陆的威胁是这么严峻，那为什么你没有谈你具体的做法呢？其实一句话来讲啊，他全部都要仰赖蔡英文的政策了。那你说他是延续蔡英文的路线吗？我认为不是。各位只要想想看，赖清德是一个言听计从的人吗？显然不是嘛。所以他掩藏了他真正的企图，这是一个最不透明，这是一个最不实在的一个候选政见。我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向人民负责的政见。我认为其实今天我们人民期望看到的是，你如何在所谓的灰色地带行动、对抗灰色地带行动跟建立所谓不对称战力之间，你如何做抉择？大型平台跟所谓的城镇战的准备，你到底如何做抉择？赖清德有谈过这些问题吗？没有。那赖清德有没有谈说两岸未来要谈什么事情？两岸未来要怎么样去所谓的交流，能够有助于改善两岸之间的敌意，能够有助于增进台湾的福祉？没有。所以说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所谓的介选？为什么谈了这么多的服贸？因为这只是掩饰他在两岸跟国防政策上完全的空洞，完全的交白卷。这个才是我觉得大家要严格来检验的地方。这就是说明他的介选完全是一个借口，这也说明他打着所谓小英路线的旗号，实际上掩藏了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一个议程。是，这个谈的承诺了也不会实现啊，例如高端的合约还没有公布哦。